但在遇到这些的当下，你总还是会需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而在这些经历过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Hello， 大家，之前在这集大港开唱 Vlog 中有提到过，我大学时期在高雄念了4年的大学，独自从北到南的生活，过程中学到了很多，也有了很多体悟。所以先整理出了离家收获的5件事，告诉你为什么我希望你离开家念大学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首先第一点的话是自己生活才知道一切有多不容易。高中时基本上零用钱只会用在上课前的咖啡和下课后的晚餐，还有和朋友出去的娱乐开销。但到了大学之后，零用钱变多了，开销也明显多出了很多。一个人在外，生活用品、水电费、饮食和学习开销等等，一些从前住在家中没有意识到的开销，都变成需要自行分配的开销。一方面意识到爸妈真的很辛苦，另一方面也让我在大学期间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储蓄和支出比例。那详细内容在资讯栏中的影片就有提到过，你们可以在影片结束后点进去看。同时，你要开始学着解决晾衣服晒衣架太高的问题，或是自己学着把食物弄熟，学着选用自己的生活用品，然后也学着安排自己的生活。第二点的话是，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离开家之后，你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朋友和亲戚的城市生活，所有曾经有的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。遇到困难、恐惧和挫折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再只是大喊爸妈，让他们来帮你解决。你开始必须要自己学着打蟑螂。好，别再强调蟑螂了。其中也包含人际关系的困难、生活重心的找寻，或是在异乡生病的时候，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些时刻。但在遇到这些的当下，你总还是会需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而在这些经历过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。第3点的部分则是世界变得更大，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离开家过后，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变得很短，所以也相对很珍惜那些可以和家人谈天聚餐的时光。但也相对的，因为离开家之后扩大了你的世界，你开始去探索一个和自己家乡不一样的地方，同时你也会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和收获。在那个城市中，你会尝试去交一些新的朋友，让那个城市变得更有趣一些。而你也开始能够决定你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算很晚才睡，也不会再有人管你。你要学着管理自己的生活，前一天很晚睡，隔天累到后悔，下一次就试着提醒自己早一点睡。前一天和朋友喝开了，隔天宿醉想吐，下一次就会让自己少喝一点。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成长，而那些成长是必经之路。第4点的话是面对无力感。当然，在外面的自己，免不了的会有一些怎么努力去做都还是做不好的无力感。比如你很努力的去准备每一次的期中、期末，但实际上是你连明天的考试范围都还念不完。比如你很努力的在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但遇到的人都和自己很不一样，根本就一直在互相伤害。比如你很努力的在准备研究所的资料，盼着不让父母失望，但还是得到了不理想的结果。这点以后我会再拍影片和你们分享。那有时家里也会有一些让自己放心不下的事，与此同时，你可能还要准备明天的 seminar， 搞不好今天的专题实验又一如往常的尝试失败了。总之，在这段期间，真的会有很多时刻有那种你只能自己面对、自己解决的那些情况。而面对无力感这一点，也是我认为离开家之后能够学到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至于第5点的话，则是变得更能和孤独共处。我当初选择自己一个人住单人套房，加上大学时期身为转系生，和班上同学基本上都不熟悉，又有补不完的学分的同时，你会经历很多很孤独的时刻。无论是上课、读书、吃饭，或是自己一个人回到家过后，
大学大家都有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安排，不再会有像高中时期全班每天都泡在一起的情况。你开始会很常有自己要和自己相处的那些时刻，而那些时刻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，学着和自己共处，会有很多时刻可以去理清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。在这些思考过程中，不会有爸妈找你出门，阿妈叫你吃水果，你要买东西就自己去买，要吃水果就自己去洗。怀疑人生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打扰你。同样的，很多时候也会需要自己鼓励自己，自己奖励自己等等。你需要自己成为照顾自己、爱惜自己的那个角色。而孤独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学习和孤独共处，绝对是大学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以上这5点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离开家去念大学。其实这4年来，我体悟到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告别这件事情似乎永远都不会习惯，只要谈到离开，就会有免不了的伤感随之而来，就算很轻微，也还是会感觉到有点郁闷。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那阵子遇到很多烦恼，好不容易回家待了一个周末之后，坐上高铁要南下的那一刻，手机刚好播到乐团灭火器的长途夜车，眼泪就直接流出来了。可是我认为分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，努力不辜负自己和家人的那些过程，对我来说也是挣扎却珍贵的。第二件事则是爱始终在那里，无论家乡让你挂念的究竟是家人、朋友还是爱人，就算你们离得很远，也还是很清楚知道爱一直在那里。就像当初大一时候，我打电话回家哭诉，我弟甚至问说要不要来高雄找我，或是遇到挫折时，爸妈也会透过电话想尽办法用他们的方式来安慰我一样。好啦，讲到这里离题了。离开家里念大学，学到的当然不止这些，但我希望看到影片的你能自己去体会看看，收获到的一定会比想象中还多的。祝顺。不过如果没能离开家去念大学也没关系，看我的影片，我就会跟你分享那些成长经历了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按个喜欢，让更多需要的人可以被推播到这部影片。那你们的喜欢和留言都是我拍影片分享的动力，所以如果想看更多自我成长、尝试体验和校园生活的话，可以考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，下次见。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大学时期，现在研究所到新竹之后，所有的事情就都又重来一遍了，所以如果看到影片的你刚好在新城市水深火热的话，没事，还有我跟你一起当城市边缘人。好啦，我们再努力一下啦，加油！